你多活1年啥都有。医院的都查出来了，有这种癌那种癌，医院判刑了。广西巴马，一个世界公认的长寿之乡，每年数以万计的中老年人像候鸟一样迁徙于此。有人为了斩断世俗烦恼，安心养老；有人被现代医学宣判后，抱着最后一丝期盼，想来这里多借一段时光。可在互联网舆论里，这里却是两极分化。另一部分人将这里嘲讽成收割人心的修罗场，充斥着康养骗局、负能量爆棚的标签。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仍有无数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和寻求健康养老的人前赴后继，跨越千里也要来到这里？到底是炒作堆砌出的养生神话，还是人们在寻找一种超脱于科学的求生逻辑？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巴马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吸引这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此。5公里后向右前方行驶，进入匝道，请走城江大化方向。一路上看着形状各异的喀斯特小山，在傍晚时分抵达了巴马县城。简单逛了下夜色里悠闲的小城，就早早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百鸟岩。由于巴马周边的景观都是沿着盘阳河分布，所以我们探索的路线是顺着河往源头走。巴马能成为闻名世界的长寿之乡，除了独特的水土气候，也跟它没有过度开发有关。百鸟岩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由大自然用亿万年的时间一点点雕琢出的水上溶洞奇观。这里要到12个人才能发一条船。好了，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即将游览的这个溶洞是水上溶洞，你可以玩一下水。这个水可以流到珠江，这一阵子是雨季，所以说水是绿色的。如果要是旱季的话，水就是蓝色的，像蓝宝石啊。盘阳河水的养育着我们巴马全县1/3的人口。离东沿河两岸的100岁老人，它的比例呢是占整个巴马全部100岁老人当中的2/3。坐船游览这个水上溶洞，穿梭3个水上天窗，让你在静谧之中体验3天3夜的时光穿越，别有洞天，梦幻之姿。右边进，左边出。3天3夜是怎么样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洞里边它没有任何灯光，不过它每隔200米到300米处呢，会有一个自然水草。随着小船慢慢驶入溶洞，外界的光影与喧嚣渐渐被隔绝。景区讲解熟练地讲述着溶洞内各种形似万物的钟乳石传说，但比起这些人为赋予的趣味故事，真正值得深究的是贯穿溶洞的盘阳河。这条珠江上游的支流，它有着极其特殊的行进轨迹。这条河在100余公里的路途里，反复穿梭于喀斯特山体，在地面四进四出，潜入地下暗河，被亿万年形成的石灰岩层层过滤净化，让河水溶解了极为丰富的矿物质。不仅是地理学上的水文奇观，更是撑起了巴马长寿神话最扎实的物质根基。人好黑啊！第一个夜晚，我靠，伸手不见五指。对，来到这位置，你往前面看呢，这有一道光，这是月光。之所以有这么一道光线，是因为洞顶上方有一个小天窗，叫月亮天窗。这是月亮天窗，它那个光就是从这个洞里射出来的。最小的一个自然形成露天窗口。天亮了，我们迎来百鸟岩的第一个早晨。3天3夜，第1天就过去了。据专家测定，它每立方米已是达到3万至5万个随机的吸纳。那应该有个鱼，应该跳了。对，1天1夜马上是要过去，我们要进入第2天。前面这里呢，就是第2夜晚通道，像时光隧道。
现在的船只有专业10公尺啊，洞中世界无忧无虑无时分，它是让你忘记所有烦恼，忘记白天与昼夜之分。在这暗河中穿行，接连穿过3个天然透光的天窗，这种利用光影交错营造出的时间流逝感，恰巧契合了大多数远道而来的游客心中对岁月和光阴的在意，也贴近了巴马的长寿之谜。置身溶洞深处，这种彻底的黑暗里，难免会感到一种窒息的压迫感。前面是第3个白天，它也是一个天窗，是最后也是最高的天窗了。水都是从前面这个山底上面过来的，这是汉河输水口，是我们今天游览的终点站，我们准备是要返程了。左手边这边有上天一路给巴马，人人寿3个大字，见者有份。上面那里是一个人字，前面也是一个人字，人人。长寿的寿字是这块岩石上面的水滴形成的水纹现象，形成了一个寿字。人人寿，人人见到都能健康长寿的。随着解说员细致的讲解，地下暗河、高浓度负氧离子、独特的地磁环境，这些概念不断被放大，慢慢形成了一套关于长寿、养生的解释。你很难想象这是经过这个水不停的冲刷成这个样子的，触手可及。如果水位再高一点，可能就进不来了，因为你的头就会碰到这些岩石。溶洞它形成的时间大概有100多万年的历史，它是由于地窖的运动和水的不断冲刷喷发、侵蚀溶蚀而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溶洞。可以在这里大声喊，唱歌也行。心想唱歌，就唱歌嘞；心想大雨，就下河。你拿竹竿，我拿网嘞，随你唱到哪条？洞口方向倒过来像桂林山水，因为有一句话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巴马山水美如画”，它就像一幅画一幅画。溶洞就已经看完了，它这个溶洞没有像别的溶洞一样会按那些彩灯。广西这边很多溶洞还是有彩灯的，这些景观还是蛮漂亮的。百鸟岩的秘境游览虽然来到了尾声，但面前这历经岩层层层过滤的河水继续奔流不止，河流的上下游都存在着一条围绕河水以及长寿理念延伸出的产业链。盘阳河的河水被装进万千水桶与瓶身，贴着巴马长寿之乡弱碱性小分子水的标签，流向各地。而顺着上游走去，就是聚集了大批旅居养老人群的坡月村和久负盛名的长寿村。在来长寿村之前，我对这里的想象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满是淳朴安逸的乡野气息。但真来到了这里，才发现这座被大山夹在中间的村落并不大，沿河见缝插针地盖满了高耸的民宿和养老公寓，往来不绝的旅行团更是随处可见。其实大多数人可能内心中并不完全相信这里的环境一定会让人延年益寿，但身处这里却又不自觉地多吸2口空气，想离健康这2个字近一点。这个村里面除了本地卖特产的，你看见的全部都是外地来的老人呀，或者是来旅游的游客，就是他们会在这里有那种长租的房子，在这里就是觉得
这个巴马的水啊，还有空气环境比较好。这还在建，就类似于像康养的公寓一样的。之前有长寿老人的，他们会把老人放到路边，然后有个牌子，上面写了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出生的，年纪多大。但是现在很多人来过好几次都没看到了。它这个桥真的是太原生态了，两根钢丝绳当围栏，你就是不刻意的晃，它都会左右乱摆。没有事儿，掉回去，啥都掉过去，不害怕。走啊！哎呀，他忽悠呢，这样的。忽悠他好玩呢，不是，一走就会晃啊。这个没有人刻意的。走这桥就是忽上玩嘛，还要赶你来嘛。不忽上玩，谁都看看啥。这的确是晃的。要回来吧，那边就奔大道了。很多这种长租、短租的房子，你可以去跟他合影。总的来说，长寿村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可以过来了解一下，看一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就差不多了。沿路卖的这些东西，价格有的贵，有的便宜吧，想买了可以买一点。相比于游客匆匆打卡的长寿村，同样贴着长寿标签的坡月村，则聚集了大批前来静心调养、长久定居的人。走进坡月村，眼前的景象有些出人意料。这里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村庄，它密密麻麻建满了高层养老公寓，反而像是一个被适老化改造过的养老基地。坡月村也是沿着盘阳河而建，这边全部都是养老公寓，住的也基本上都是全国各地来的老人。而且你在县城里随处可见什么康养中心啊、养生馆啊一类的。据说这里的房子是10年3、4万块钱、4、5万块钱这样起算的。10年了，你们这个租的房子是自己买的房子呀？租了，租的，年租啊，年租也不贵啊，年万把块钱嘛。啊，那是很好的房子呀。1万8块钱是比较好。你多活1年啥都有的呀。是呀，是呀。最起码你这1年你不上医院了呀。是。你上医院的1万块钱可能就不够啊。那对呀。你住一个院子都几万块。对。还得交税不是？是。那孩子们呢？都大了。成家立业。不成家立业也别管。也不管啊。自己好就等于他们好。是。你自己不好，他们也不好。是自己不好，给孩子拖累了，是吧？拖累着，主要钱就花在那个房租上。吃的东西不贵，但人吃东西健康啊。来了好多轮椅，以前轮椅都摆不动了。现在这个车街上可多轮椅，都是来这续命来的。最起码你见不着你的仇人了，你也见不着你烦的人了。对。你也见不着他烦你的人，你谁也不认识，你心情自然就好。一个家里头见谁都烦他烦你，你烦他的。那谁见不着，眼不见心不静，心静。他这地方菜也好，2块钱一把，都是那个自家小菜，农药都不干。这个地方可多癌症病人，有的都活10来年了，在这续命来了，好多都不走了。一个癌症，一个糖尿病，一个心脑血管疾病都不走。你看这都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偏瘫了。那个就慢慢就好起来了。慢慢就好了。多喝水，来这个地方多喝水。清静的确是大叔给出的一个答案，不过在追求健康上，这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他们说受地磁影响，这个管子上的磁力比一般的磁力要强，所以他们很多人不进百魔洞，他们就坐到洞门口的这个管子上面。看他们这个沿河圈起来一小块地方，应该是买的吧，还是租的？自己平时可以在这里面喝喝茶、种种花、纳凉这样子。这种养生小院应该是除了唱歌、休闲娱乐，还有什么种花呀、种树呀，分隔出很多个小空间，租一块小地，然后自己种菜、自己吃。它这个村子所有的配套设施都是围绕着康养来建设的嘛。在这个百魔洞门口的这些老年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人坐着轮椅，有人自己带马扎，甚至还有人在洞口的空地跳广场舞，为的是可以多吸几口从洞内飘出的高含量负氧离子空气，或是离百魔洞的高地磁更近一些。似乎这样无形中也能调理保养自己的身体。由于计划明天进洞，所以我们继续在村里逛。路旁一个规划建设庞大的康养度假酒店，盖好了主体结构，却暂时停工在这儿，显得格外的突兀。而它的旁边停着一长排全国各地牌照的车，就像是一幅中国异地养老的迁徙地图。这些车就停到这儿，想出去玩了，就把车再开上出去玩。河北的呀，北京的，还有浙江、云南。这里也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养生的妙方和手艺，去痣的呀，什么泡脚的、养生的、按摩的，染发的，各种养生的这些秘诀都在这个村里，你可以看见。虽然天色渐晚，但属于坡月村老人们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天一黑，坡月村迎来了它最热闹的时候。你听着五湖四海的方言，看着老人们用极强的生命力，在这片南方的山谷里构建出一个庞大的暮年社交网络。而且晚上的坡月村挺凉快的，因为它这个盘阳河吧带着这个水汽，再加上这几天不时的下点小雨。走在村里的商业街上，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在为老人服务。衰老不再是被边缘化的话题，而是最核心的商业逻辑。在这个坡月村就适合卖跟养生和跟老人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帮老人订车票呀，带老人去旅游呀，还有我看哪一些租房子，其他的什么足疗、头疗、心理咨询都有，还有这种电三轮或者是电动车，带老人到处走一走，或者是去哪些地方的这种电动车还是蛮多的。你在地上滚什么呢？
在这种养老圣地，感觉开奶茶店会不会生意不太好啊？当大家都散去，我走下河岸，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坐在盘阳河边发呆。我白天的时候我还不太理解，坐在这个河水奔腾的地方，难道不吵吗？但其实坐到这儿的时候，它就像一种白噪音，而不是我们日常在城市中接触的，你比如说汽车的轰鸣声呀、喇叭声呀，或者是那种人为制造的声音，这种就是感觉是大自然的声音，可能也就跟听着海浪在睡觉是一样的。伴随着细雨，我们来到了这趟旅程的终极坐标——百魔洞。其实百魔洞的名字是百魔，但是呢，为了更有记忆点吧，它就念着念着念成了百魔洞，听着感觉好像特别玄乎那种感觉。下着小雨，去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各种旅游团，还有慕名而来的老人。这山云雾缭绕的，外面在下雨，这里面当然也会有一滴一滴的，有的地方滴下来的雨，但是整体还是比较干燥，而且空气比较凉爽的。它天然的是天然，但是有一部分还是它在慢慢的改造，蛮奇特的啊！离得很远就能听见里面人声鼎沸了。这些溶洞，它打了一些光怪陆离的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觉得破坏了原始的美感。就到了第一个区域，人最多了，很多人都在这上面私聊。现在的百魔洞供游客游览的区域主要分前洞和后洞，所以我们先继续往里走，把洞内各处都游览完，再返回这里，近距离看一看这块备受追捧的地方。包括你看它这设的雕塑，全部都是跟长寿有关的。经过前洞，后边这就是自然奇观。在这个洞里好的是外面下雨，里面没什么影响。这里的很多东西，大家觉得摸一下可以沾一沾长寿的福气。他们说这个地方的那个地磁的效果是最强的嘛？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还你要说是这个身体有点小毛病，啊又没事儿有条件，到这周边他那租个地方啊，常年在这，你说逢年过节了回去，对，然后平时你就住到这，你这么个就是一个养生。首先水、空气和这个地形这三个自然条件，这个自然而然你就是这环境就是挺好的。那你在这住了几年，有啥反应吗？
有啥感觉？姐在这方，人家在这住了。那他3年他的血压正常了？啊，他就正常了嘛。正常不吃药了？啊。在那个彩棚子那边过去有一个女的，她也是不会走，待了1年半会走了。但是她说她在这上待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有这样在这暂住的人，那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然后回到原来的居住地以后，血压、血糖反而更高，她只能再回来。对，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说能把药物就基本上慢慢的就停掉了。你就说是这个，你就适合这地方。真正的这个地磁呀，它这个小分子水和这个负氧离子这个空气，对你有好处。就说是你想把病除掉，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反正离不开这个地方。对，你要在这地方来，就是利用这自然的环境和条件，可以控制病灶，这方就纯粹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你到巴马还有这个水晶宫和这个咱们地方的这个小地方，那个药店啊，比他省府那方的药都齐全，这方全都是病人的这个周边护理。像他这里是说就是空气和水和自己的身体，哎，真的远离纷扰。你看他们都是可以去租一块地，然后自己种菜之类的。啊，不用租地，就是你要租人家房子啊，然后人家就可以给你给一方地。哦。他这个好像可以办月卡。对，办年卡、办月卡啊，然后你就每天都进来。像我们游客就是买1次的。对，我们进来转一次，没病没灾的。他们有些人就是说，医院里头查出来了有这种癌那种癌，医院判死刑了，有好几个人家就是专门就到这方来，他是早晨进来，一直到晚上6点钟，人家就出去了，在外头人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能住的地方啊，人家就拿着方便面，拿着馒头、咸菜呀进来，早上进来就是，那个女的叫做啥来着？叫做什么啥姐？你看你手机上写的啊啊，对，花姐，对。有些说她4、5年，有些说她10年了，查出来病是4种癌症，医院都判死刑了，说最多就能活几个月的事，人家到这方来已经待了10年、10几年了。你看他就写的，拉个小车，早上拉个小车就进来，往那一坐，手机拿上，对，料大，真正的上面老没有了，下面小不用你管，你到这方来没问题，不受经济条件的约束，对，你心情肯定也好了。你这方人家有事无事，这边生活都慢节奏的，所以说其实他们长寿的心态也有关。对，这个心态，他们生活节奏慢，没有压力。不行，大哥，我们转一转啊，好。我们现在呢，往前面走啊，放慢脚步，深呼吸，感受一下这里。对，你看哈，很多东西它都是什么呀？好评如潮的土蜂蜜来的，你知道吗？来，给我姐姐们。在直播带货。现在是雨后，所以它在下雨的过程中，空气还真的是蛮清爽的。这个洞它打的各种彩灯，看上去就还好，还是比较收敛，蜿蜒曲折。这边的人气就明显不如前洞，前面那个洞，你看，乌泱乌泱的坐了很多人，就想磁疗一下。这边的就是属于要爬一些小山，看奇观，甚至是说后面还有几个洞没开放。而且现在一下雨，这个台阶一陡，走路就得小心，要不然容易滑倒。你要是一个人走在这个洞里面，还蛮吓人。如果这个灯一灭的话，这个洞就是全黑的。你没看前面那个牌上面写的，如果遇见停电，请在原地待着不动，一直等到电力恢复或者是它备用发电。这后面就可能是它没开放的。这边
灯打到这儿，那后面没灯的就是纯黑。其实还有很多的溶洞，只不过我们没发现它，因为它有一些藏在山的内部，除非某一天你把那个山挖开，才突然能发现这些东西。海底世界指的就是应该像这些看上去就特别像珊瑚啊、海底的那些景观。像一个盘腿坐的白胡子老道，这种的石笋，它一年可能长几毫米，就是长几个头发丝那么长，就长，你看从那上面这样长下来。时间的力量。当你意识到眼前这些几十米高的石柱是大自然用几百万年时间一滴水一滴水硬生生堆积起来的时候，时间就真的被具象化了。在这里，人类渴求的短暂100年，不过是面前一小根石笋生长几十厘米的时间。在地质的生长尺度面前，我们的焦虑、执念都显得微不足道。看完部分开放的后洞，我们返回人最多也是最有争议的磁疗区域。百魔洞最有名的地方，并不是后洞那些溶洞景观，而是眼前这片被称为磁疗区的地方。很多来巴马的人都会专门来这里坐上一会儿。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坐上来待一会儿，或者是在这儿拍个照。然后有很多老人家他们都办的卡，应该是月卡或者是年卡这一种，每天就带着水带着干粮在这儿坐着休息磁疗。据说这里的地磁属性还是要高出平均地方的4、5倍以上，所以说很多人就会寄希望于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它其实别的方向应该也是没招了吧，有些人。在互联网上，关于百魔洞的争论有很多。有人相信这里特殊的地磁环境，有人觉得这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但当你身临其境，你就不会关心答案是什么了，因为来到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才是重点。有人只是路过，有人在这里待了几年，有的人把这里当做一次旅行中的景点，也有人把这里当成最后一次的尝试。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那种情感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的心理都不太一样。有人把这里当做一个打卡的地方，有的人把这里当做一个能救自己命的地方吧。虽然这句话说出来有点重了。其实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什么这里负能量爆棚，就赶快躲开这里。毕竟这一片区域是人最多的地方，所以空气可能流通没有在那个天坑那个位置清醒。我觉得这也是心理作用的体现嘛。就像相信地磁或者是巴马村长寿的人，除了环境优美，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心理作用。走出百魔洞，看着越下越大的雨，我们决定不再继续去巴马的其他景点。在来巴马之前，我一直好奇这个长寿之乡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2天的时间里，我看到了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养老、养病，或者只是带着长见识的想法慕名而来。也看到生活在这的人们相信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相信这里的地磁，相信只要生活在这儿就能健康长寿。但我发现，真正让他们跨越千里留在这里的，或许不只是这些。自己好，就等于他们好。
每天的散步、晒太阳、规律的生活，远离糟心俗世缠身的旧环境，还有一种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的期待。没人能用科学证明巴马到底能不能让人长寿，但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因为很多时候，支撑人熬过困境，继续往前走的，不一定是答案，而是希望本身。